上期视频我们计算了灯塔的直径和冉冰、马克、艾妮卡的身材数据，冉冰身高165厘米，计算结果为胸围84.74厘米。百科中最后给出了冉冰的3维数据 ，BWH 分别为85、61和88厘米，误差为0.3%。我服了，冉冰的详细数据你们是知道了，那么白月葵小队的身材数据你们知道吗？我很好奇，想要计算身材比例，首先需要找一个参考系。冉冰165的身高是我和官方核实过的数据，但白老板的身高现在还是一个谜。冉冰在被马克吸收生命源之时，有标准的侧面画面，描述冉冰和马克的身体中轴线，可算出马克身体长度为4.97米，这个长度包括了尾巴的部分，脸长54.61厘米。白月葵小队深入心弦，想要接马克回家，配合着呼吸法，一套针灸、拔罐、点穴的操作，马克直接服气。这场战斗和配乐也看着我激动不已，于是我临时干了这一期视频。白老板牛逼，这回马克和白老板当面科普了地面的世界观，展示了和大锅盖子里完全不一样的家园，也给了马克新的人生意义。画面中可以有马克的脸长算出白老板的身高174.93厘米，另一个画面的计算结果是175.24厘米，推测白老板的实际身高为175厘米。巧了也一样，进一步算出白老板头高的平均值为22.08厘米。和马克 solo 时白老板最华丽的就是踢腿，可有马克的脸长算出白老板大腿长47.28厘米，小腿长48.54厘米，全腿长95.82厘米。好家伙，又比腿影长，纲手比腿影长，牙医虫虫比腿影长，安妮还比腿影要长，腿影哭了。描述正面画面的轮廓，可以根据轮廓建立模型，注意和平时的建模有些差异，这里应该是1:1.37的椭圆，可以算出正面胸围宽23.12厘米，正面下胸宽19.62厘米，并算出椭圆的长短慢轴数据，同理算出侧面的胸围宽和下胸宽度，建立我原创的俯视横切面模型，标记出所有数据。这张图的线段数据对应关系一目了然，由正面下胸围宽度 A、两侧的弧长、半个椭圆周长以及胸的 C 构成，很轻松可以算出白月葵的胸围87.19厘米，下胸为70.52厘米，胸围差为16.67厘米，更靠近 D， 国际尺码为70D， 英式尺码为32D。这个数据你们猜对了吗？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就要问了，白老板的数据我们是知道了，但其他人的数据我也很好奇啊。没错，我跟你们一样，马克的睡姿我们可算出左手中指宽度6.55厘米，俺的中指头宽1.8厘米。顺便一提，《疾风传》里鸣人的指头也是这个宽度。最新的震波剑马克一把握住，好家伙，这个队伍简直就是标准的打团阵容啊！三大坦克、法师面具男续同、模型安特寡言和夏德自身的战斗能力可能较弱，适合当辅助来控制射击手。碎星是标准的射手，中性为白老板是全能打野。我们可由中指宽度算出剑身标记到剑尖的距离。注意看，这是第二个花纹的标记。碎星嘴里含着剑矢，可算出头高23.58厘米。按照上面的方法算出正面和侧面的数据，按照传统艺人建立模型，可算出胸围为90B， 英式尺码为40B。和白老板相比，身体躯干偏大，但是胸围差偏小。我把两人的数据列举出来，做了一张图片，感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看。今天我们计算了白老板、碎星和变身之后的马克的身材数据，大家还满意吗？求求你们的3连和关注呀！我是最上春夏3，一个喜欢研究奇奇怪怪数据的 UP 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